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点比较特殊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是我之前都没有思考过的，但是呢，最近呢，我感觉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用八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的是我们要如何战胜特朗普。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最近呢时常上了新闻。那大家都知道那最近呢，他搞的就是要提升每个国家的一个关税，他的这个做法就引起了世界各地呢有不少的一个恐慌。那虽然最近呢，他也决定了把这个做法呢调整回来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关税率，但是呢，我还是不禁的思考那如果我是他身边的人，或者呢他敌对的一方，我是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要怎样去对峙他？我要怎样去可以跟他谈判，是会谈赢他的？或者呢，如果我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我也要去竞选美国总统的话，那我到底可以用一些什么方式，让自己呢更有一个优势去聘赢他？那我们呢，就今天利用八字的方式来分析一下特朗普这个人，他有什么致命的弱点？那然后我们呢，可以怎样利用这些弱点呢？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个人的一个风格从来呢都不是要去赢过另外一个人。因为呢，我很常对我的客户呢，我们用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的八字是这个状态，那你要怎样变得更好，或者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新的突破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就完全的调反回来，我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我们来看，我们要来讲对峙特朗普。那这里呢，我就放了特朗普的那个八字，那他的出生日期和时间都是从网上拿回来的，就是说西方占星他们也不懂去哪里呢搞到了他的一个出生时间，所以呢，我就不去考究这个数据是否正确，我只是按照大部分在网上呢每一个占星西方占星都用的一个时间。那我就用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时间来排出他的八字命盘那当我看到特朗普的八字的时候，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八字。怎么说特殊呢？你会发现他本身是一个己土的日主，对吧？那他呢，八字里面有非常多的火还有土这两个元素。那我们理解八字的基本的原理的话，就知道火是生土的，对吧？我们的相生原理，火生土，所以呢，它的八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强的八字，甚至呢强到我们会有一个名称叫专旺，火非常旺的一个八字，或者土非常旺的一个八字。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火土非常旺的八字里面我们的一个运用八字的方式呢，也会跟大部分的人有所不一样。那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八字呢要比较平衡，对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什么元素对它比较好或者它的八字里面少了什么元素的话，我们就要去弥补这个元素。但是呢，对这样子的一个八字的人来说他反而呢不要去弥补他缺的那些元素。那他缺的就是有木水金这些的元素，他不要再去弥补。如果你给他更多的火还有土这两个元素的话，其实呢，他会变得更加的好。那大家相信都有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或者他在台前在一些集会里面的一些表现。那他其实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一种固执的精神，或者一种固执的一种特质在他身上。那这种固执呢，甚至加强到有一种偏执的状态。
那我记得啊，曾经呢，他的一些新闻啊，就是说有身边很多人呢都跟他说，或者他的敌对阵营啊都说他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个假新闻或者 fake news 这样子。但是呢，他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虚假的讯息呢说得好像真的一样。所以呢，他的这个做法其实就是非常的火还有土的一种特质。火呢是一个非常煽动的一种能量，它可以煽动你的情绪，它可以激起这个人群的一种热忱。所以呢，你会看到啊，很多人呢投他的，或者呢他的一些支持者啊，都是非常的死忠的粉丝。旁边跟他敌对的或者不认同他做法的人都会觉得这一群人是一个疯子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才会说啊，特朗普有一种好像狂人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火非常的旺，他可以很容易去煽动你或者点燃你内心的一种情绪，甚至啊，这个情绪呢是你跟他敌对的话，你也会被他煽动起，因为你会非常的生气，或者你会非常讨厌他，你总之呢对他就是有一种情绪。那我们在政治里面呢，有情绪永远是胜过没有情绪的那个候选人，所以呢，有情绪大家才会记得你，大家才会对你有一个印象。那他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最强的一种表现。那更加上我们是九运的话，那之前他在大选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是那一个卡马拉，对吧？那很多人就说哇，九运一定是女性会胜，对吧？但是那时候我就看卡马拉的一种风格形象呢，其实是非常的八运，我要是非常正式、比较权威、一种比较正统、正规的一种方式。那特朗普呢是完全接受这种九运非常情绪化、非常煽动人心的这种政治宣传方式。卡马拉是女性，所以她可能呢可以达到女性的那个特质来赢这个大选，但是特朗普呢是彻底表现九运的那种火的特质的那个人。好，那话说回来，我们回到特朗普的八字，当然他的土呢也是表现在他对他自己相信的东西，甚至呢，就算那一个他所相信的东西啊是一个虚假的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讯息，他呢也会把它表现得是真的一样。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八字的人啊，他有一种非常煽动、非常火的一种特质。然后呢，他又非常坚持自己的一个己见。其实呢，他是非常非常容易呢，把别人呢转换成他的一个粉丝，或者呢转换成他的一个支持者。你作为他对手的阵营，第一个方式就是不要跟他硬碰硬，因为呢，如果你跟他硬碰硬的话，你用的方式肯定也是用火或者土的方式，对吧？因为硬碰硬其实就是土跟土的一种碰撞。所以呢，如果你同样的用他的方式来跟他硬碰硬的话，你很大可能呢会输，你会碰不过他。他的八字呢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你如果提供更多的土的这种元素给他，那他很大可能呢是占上风的那个人。那另外呢，火也是一样的，你要用这种非常情绪化的语言，你要来跟他对抗的话，很大可能呢你也是会输的，因为呢他很有可能呢是可以把你煽动的那个情绪转换成他的一个武器，来反而扩大他的一个影响力。你是他的敌人的话，你要记得的是，绝对不能用他的方式来跟他对抗。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过去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去抨击他，或者呢，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跟他对着干。很多时候呢，都会干输掉的，因为呢，他的八字呢本身呢就是越干越强的那种人。第二个方法，其实呢就是引入更多木和水这两个元素
进入他的一个生活里面。木呢，我会觉得啊，它主要啊是要用乙木这个元素来跟它对峙。那乙木呢，在我们的10个天干里面，其实呢，它是最代表一种隐藏的心机，或者一种比较手段、交际的手腕的一种能量。如果你要跟它去对抗的话，你需要更有心机，你需要呢更懂得圆滑处理你跟他的一些交流或者一些接洽。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啊，如果你是他的竞争对手，或者呢你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话，你可以用的是表面，你不跟随机起舞，有自己的一个底线，但是呢，你不会去跟他硬碰硬的，就是好像你直接出面去骂他或者去抨击他，因为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不是乙木。乙木呢，代表的都是一种幕后的，都是背后的，用一种手段来操控你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要去赢过特朗普的话，你要懂得怎样利用更多这样子的人安排在你的阵营里面，或者呢，你也可以安排穿插一些这样子乙木的人进去他的阵营里面，去用一些比较所谓阴暗的手段去掌握他，或者去影响他，去破坏他这样子啦。那水呢，它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那大家有看到他的八字里面其实是一个水都没有的吗？对，他的这个土呢是非常非常干旱的一个土，接近好像沙漠这样子的一个土。那土的日主啊，他们有一个天生的个性，其实呢就是他会特别想要找水，他看到水呢，他会特别的容易被它吸引过去，或者呢他要去吸那些水。就好像我们的土壤一样，它很容易把水呢吸进去，把它包含在它的土壤里面。所以呢，特朗普的这样子的八字的话，其实它本身呢是有一种的偏向，就是对钱的一种执着，他会很想要有钱。那所以呢，你可以做的啊，其实就是用钱来诱惑他。OK， 他这个八字呢，很有可能是非常贪心的一个八字，所以呢，你可以用钱来诱惑他，但是呢，这个诱惑啊，要不断的去给，你不能呢，只是给他一点，或者呢，只是用一点小钱就满足他，你要做的是不断的去喂养他，让他呢，这个贪心的个性、贪钱的这个个性被放大。如果你是竞争对手，你要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是通过不断的一个宣传或者攻击的方式，攻击什么？他生活是非常的奢侈的，非常的奢华的，你要不断的去强化这个的印象。那当他变成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贪钱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走下坡了。他的这个八字里面就会因为被你引入太多的这个水的元素，而导致开始不能正常的运作。那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呢只是我们谈爽，让大家来以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运用这个八字。那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呢，真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峙你生活里面或者你身边的那个人啦。OK， 那我还是希望呢，大家用这个八字呢，用在比较好的方式，我们来理解这个人。那我们可以怎样跟他更好的一个相处啊，或者提升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啦。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另类的内容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留言让我知道啦。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